全民穿越海岛求生，开局一张破渔网，装备全靠捡。欢迎来到海岛求生世界，每个岛屿都有一个超级平板，可以进行聊天和交易，请各位岛主小心保护。在听到这条消息后，叶川打开了超级平板。谁能帮帮我？我的岛上光秃秃的，除了石头就只有一个破渔网。我也是，这渔网这么破，还烂了好几个洞，估计鱼没网到，人就先交代了。妈妈，我要妈妈！见公共聊天室里几乎都是叫苦连天的消息，叶川直接关闭平板，转身又研究起了海岛。丁，恭喜宿主绑定最强海岛系统，是否打开新手大礼包？打开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海岛进化值1000点，是否使用？使用。使用成功，海岛面积增加1000平方米。就在这时，叶川看到不远处的海面飘来一个木箱，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好东西，还是先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吧。还不错，至少有水和食物了。丁，宿主可与海岛签订契约，契约签订成功后，海岛忠诚度100%，海岛可反哺宿主50%的所有能力。还有这等好事，立即签订。签订成功，海岛主叶川，类型海龟，等级1级，技能无，天赋长寿。什么？我的海岛居然是只龟？不过这个天赋长寿似乎还不错的样子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还未签到，是否签到？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500点，肥沃黑土100千克。太好了，只要再得到植物种子，就可以在海岛上种植了。紧接着，叶川又打开了公共聊天室。这破渔网根本捞不到物资箱，谁来帮帮我啊？别提了，我好不容易弄上来一个物资箱，结果里面都是木板和金属片，根本没有食物。你们在说什么物资箱？我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！就在这时，海龟将一个物资箱和几条海鱼甩到了叶川面前。我去，这海龟太牛了，简直就是一个自动捕捞神器啊！不错，又开了一瓶矿泉水。在海岛上，淡水是很珍贵的资源。紧接着，叶川把100千克黑土铺在地上，又将得到的白菜秧种在了土里，相信很快就有白菜吃了。伴随着夜幕降临，劳累一天的叶川躺在地上睡了过去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还未签到，是否签到？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500点，多功能工具箱1个。真是想啥来啥，有了这些工具就可以建造木屋了。只见叶川拿起锯子锯起了物资箱，锯了几分钟后却愣住了。原来只要象征性的意思一下，箱子就会变成现成的物资，就是不知道建造房子会不会也这么容易。丁，建造木屋需要木屋建造图纸以及木板60，钉子140颗，金属片10个。建造图纸是什么？就在这时，海龟又将远处飘来的一个资源箱甩到了岸上。好样的，不知道这回又是什么好东西。海水净化器。海水净化器制造图，用于制作海水净化器，所需材料布片1，金属片5，可将海水净化成纯净水。666，有了这玩意儿，就不用再担心喝水问题了。随后，叶川又打开了公共聊天室。长枪制造图是什么东西？我都饿了2天了，捞到这个又不能吃。在下吕奉先，谁给我食物，我就拜他为义父。我是坐拥1000万粉丝的网红蓝莓果酱，只要给我点水喝，我就是你的。得了吧，都什么时候了，网恋嘛！警报！警报！有地级生物正在靠近。我的个妈咪呀！这海龟怎么把我往鲨鱼窝里带啊？紧接着，叶川连忙回到聊天室，用矿泉水换了长枪制造图，做出了长枪。原来是之前物资箱里开出的海鱼，看来鲨鱼是被血腥味吸引来的，是我错怪龟兄了。恭喜宿主第一次击杀地级海洋生物，奖励宿主幸运小礼包，是否开启？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肥沃黑土100千克，特殊树种1个，木屋制造图1张，点火器1个，可用1000次。随后，叶川用木棍将海鱼穿起来，然后在海岛上做起了烤鱼。海岛生存，烧烤是必备技能，老师诚不欺我。现在就差制造木屋和海水净化器的材料了，相信大家肯定会对我的烤鱼感兴趣吧。只见叶川刚刚把烤鱼上架到交易频道，聊天室里便炸开了锅。
卧槽，居然有位大佬上架了烤鱼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们特么还在为郭父发愁，人家已经吃上烤鱼了。火是怎么来的？钻木取火吗？可是也没木茸或者是锯末啊，求解。不说了，我有10片木板，我要赶紧去交易了。看着这些消息，叶川很快便交易到了许多材料，同时又收到一些私信。众多私聊中，叶川一眼注意到那条交换金属器皿制造图的信息。淑女王铁塔，这名字怎么这么眼熟呢？难道是他？随后，叶川便用烤鱼和淑女王铁塔交易到了金属器皿制造图。金属器皿制造图，稀有品，可使用3次，按照使用者需求制造出各种不同的金属器皿。这么牛的吗？那先制作个口径50厘米的大锅吧。口径50厘米的大锅，所需材料：锅具制造图1张，金属片30个。在听到所需的材料后，叶川再次上架了烤鱼。我天，这还是刚刚那位大佬吗？又上架烤鱼了，刚刚交易木板，现在又交易金属片了。大佬，有水吗？我能用5个金属片跟你交换100毫升矿泉水吗？此时，淑女王铁塔又发来了私信：你好，我能用5个金属片换你50毫升淡水吗？我真的太渴了。可以，果然是他，当初我们学校的校花刘毅。我看你网名有些眼熟，而且每次都果断答应我，我们是不是认识？我现在正缺金属片和木板，各取所需罢了。我这儿还有5个木板，一并给你吧。如果不是运气好，有2个物资箱飘到了我海岛5米之内，恐怕我至今依旧是一无所获。主要那渔网太烂了，根本没法用。你会撒网？我小时候是从海边长大的，耳濡目染下，倒是也会懂一些。就在这时，只听水声响起，海龟一口气甩上来2个物资箱。不聊了，我先去开箱子了。我去，居然还有方便面，看来今天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了。随后，叶川又打开交易面板。目前大部分人依旧是用其他物品交换食物和水，不过叶川却发现有个叫冷风的连续发了好几个关于食物的交易。没想到这海上除了自己，竟然还会有人舍得拿出食物，看来这个冷风不简单啊。叶川想了想，直接拿10个木板从冷风手里交换到了压力1级。系统，压力上面的数字是什么情况？压力 A 级，顾名思义就是 A 级的压力。这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吧？你就不能解释的详细一点吗？这和没说有什么区别？这个海上的物品一共分为 D、C、B、A、S 和 SS 6个级别。A 级果实吃了以后，拥有增强体质、预防和治疗轻型疾病的功效。叶川听完，立马吃下了鸭梨，不多时便感觉一股暖流从腹中升起，一天的疲劳顿时消散得无影无踪，并且还从鸭梨中得到了2颗种子。梨树种子 A 级，种下后有几率成长为梨树，并结出可口的果实。叶川闻言，立即将种子种在铺好的地上，又倒上半瓶矿泉水。虽然有可以种植的土壤，可是万一下雨就会造成水土流失，要想个加固的办法才好。就在这时，消息提示音传来：你给我的烤鱼太多了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无功不受禄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可不能要。没事，我这里还有很多，你一个女孩子孤身在海岛上生存可不容易。不行不行，这样吧，我刚刚捞到一个物资箱，里面有1瓶矿泉水和花坛建造图，就当和你换烤鱼了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就不要你的食物了。真是想啥来啥，刚想怎么防止水土流失，花坛建造图就来了。说完，叶川便收到了刘毅的花坛建造图。紧接着，叶川又将一直没用过的渔网放到了交易栏。这渔网这么新，一定是你花费很大功夫才得到的，而且我已经没有东西和你交易了。没事，那就等你捕捞到好东西再给我。好吧，不过我可不能白白占你的便宜，以后我捕捞到的东西就分你一半。回复完消息后，叶川又研究起了花坛建造图。花坛建造图需要10块诚实，金属片4个，木板4个，可以在环境恶劣的海上开出芬芳的花朵。在这海上，别人连吃饭都成问题，估计也就自己需要用到花坛了吧。只见叶川再次打开交易面板，上架了淡水，准备交换一些石块。就在这时，一条消息发了过来：兄弟，我这里有3个石块，不过需要100升淡水才能交易。我自傲，你咋不去抢？谁让你现在急用呢？悄悄告诉你，目前石块只有我有。别说我现在没有100升淡水，就是有也不会给你。叶川说完便立马拉黑了对方，又在交易频道上架了烤鱼，随后便找到一处平坦的地方睡了过去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还未签到，是否签到？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500点，双倍增幅1天，羽毛残片1个。使用双倍增幅。话音刚落，叶川便发现羽毛残片变成了2个，进化值也成了1000点。叶川没有犹豫，直接将进化值用来升级海岛。海岛主叶川，类型海龟，等级2级，技能水弹，初级天赋长寿。这个水弹是什么？只见海龟一甩头，对着前方吐出一个篮球大小的水球。我次奥，龟兄6啊！既然他能反哺我一般的能力，那我是不是也能使用水弹的技能？想到这里，叶川满怀期待地伸出一只手，只见他猛地一发力，一颗不大不小的水弹就发射。虽然有些不尽人意，不过也够用了。
丁，宿主已集齐3个羽毛残片，是否兑换天使羽毛？使用天使羽毛，好运可加成60%。立即兑换并使用。兑换成功，使用成功。就在此时，海龟又甩上来一个物资箱。叶川打开箱子，因为有双倍增幅的加成，里面的东西都多了1倍，真是太爽了！还是系统的奖励够丰盛啊！紧接着，叶川又看了眼交易栏，只有一个人交易了3个10块，不过因为有双倍增幅，再加上箱子里开出的4块，正好凑够了建造房子所需的材料。系统开始建造木屋，这下终于不用受风吹雨打了。接着，叶川又用金属器皿制造图做出了大锅以及不锈钢保温壶，用剩余的金属片制造了喝水的杯子、吃饭的碗和筷子。只见叶川将水倒入锅里，又放入一块面饼，不多时，一份泡面便煮好了。估计在这海上能吃到泡面的，也就只有我一个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！就在这时，刘毅发来的消息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听说烤鱼撒上食盐会更美味哦。我去，你居然捞到食盐了！运气好而已，有了食盐，起码能改善一下生活了。对了，你能不能把你目前所有的东西都给我？话音刚落，交易栏里便出现一大堆物品。这丫头真是心大，说给就全给了，难道就不怕被骗吗？系统使用双倍增幅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都变成2份了？这是因为你给了我食盐，我给你的交换，也多亏你这么相信我。哎呀，本来就用了你的渔网，捕捞到的东西分给你是应该的，这下不成我占你便宜了吗？放心吧，我这里不缺基本物资，以后捞到用不着的稀有可以再给我。哎，又欠人家人情了。恭喜宿主海岛升级至2级，获得升级礼包，是否开启？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成长值500点，蟠桃1个，自热小火锅1份。啥？自热小火锅？在这大部分人都吃不饱的海岛上涮火锅，还不得把隔壁家孩子给馋哭啊！随后，叶川又看了眼交易面板，密密麻麻的消息中，还是交易食物跟水的居多。就在这时，叶川惊讶地发现，居然有一条关于弓箭制造图的交易。虽然现在挺和平的，但以后保不齐会有什么危险来临。叶川在交易了弓箭制造图后，又打开公共聊天室。这岛上连棵树都找不到，哪里可以避雨啊？兄弟，我劝你原地挖个洞，这样雨就淋不到你了。这样不行，等洞挖完雨早停了。我是坐拥1000万粉丝的网红蓝莓果酱，我已经快3天没喝水了，谁能给我点水喝，我就认他做义父。看到这里，叶川便接了点雨水交易了过去。恭喜宿主接到新任务，一只海豚正在被虎鲸追赶，是否营救？选择1，拯救海豚，但可能会遭到虎鲸的攻击，但任务成功后会获得丰厚的奖励。选择2，坐视不理，任由海豚被虎鲸嘎掉，并获得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称号。拯救海豚，宿主已进行选择，请尽快拯救海豚。海龟，你能对虎鲸使用水弹攻击吗？我去，这么危险的任务，系统你还真是人才啊！这虎鲸也太强了吧！要是他再来一次，我可就要放弃了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还未签到，是否签到？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500点，肥沃黑土100千克，幸运盲盒1个。幸运盲盒？全民穿越海岛求生，别人饿得食不果腹，我却衣食无忧，不仅吃上自热小火锅，还击退了海洋霸主虎鲸。恭喜宿主获得苹果 A 级果实，服用后可以预防和治疗轻型疾病。就在这时，叶川突然收到一条私信：谢谢哥哥昨天的水，我现在好多了，只是我这里什么都没有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，不如就把我的渔网送给你吧。别，千万别，我可没那种爱好。好吧，反正它这么破，连鱼都捞不到，那就等以后再报答你吧。原来是捕捞用的渔网啊，那你就自己留着吧。说完，叶川又打开一份昨天获得的自热小火锅。这绝对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火锅了，里面居然还有几片培根，简直不要太爽了。也不知道刘毅那丫头现在怎么样了，昨天下了一夜的雨，岛上没有避雨的地方，肯定被冻坏了吧。想到这里，叶川便从仓库里取出一份泡面，又将泡好的泡面交易给了刘毅。昨天下了一夜的雨，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我这里有一份泡面给你拿去吃吧。昨天身体有些发烫，现在好多了，谢谢你的泡面，不过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你就不要客气了，一份泡面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况且这岛上又没有药，难道你想生病吗？在这种地方生病可是没有办法医治的。谢谢你，今天我捞到的物资箱，不管里面有什么，我都给你。真是个傻丫头。
区区海岛算得了什么？我的目标是征服世界。那是什么？是条受伤的虎鲸，看样子是向海岛这边来的。如果被它身上的血腥味引来鲨鱼，就麻烦了。恭喜宿主完成击杀任务，获得任务奖励礼包，是否开启？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垃圾自动回收桶制造图，木板5个，布片5个，海豚友善度加10。太好了，有了垃圾自动回收桶，就不用再愁垃圾没处扔的问题了。不过海豚友善度是怎么回事？只见叶川好奇地走上前去，并拿出一条海鱼进行投喂，海豚的友善度又增加了30。虽然没什么用，不过能在茫茫大海有个海洋生物作伴，也算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了。就在这时，海龟又甩上来几条海鱼和一根直径约30多公分的木头。系统，这根木头是做什么用的？沉香木，重100斤，防潮防虫，行气止痛。在了解到木头的作用后，叶川便将其收到了仓库，随后又打开聊天室。这是我刚刚捞到的物资，都放在交易栏里了，你领取一下。居然还有火腿肠跟香皂，看来这物资箱里真是什么都有啊！叶川领取完物资，又将香皂分成了2半，并带着一根火腿肠交易了过去。你怎么又送回来了？不是说好捞到的物资给你的吗？在这茫茫大海上，有个人陪我聊天，消解我的寂寞。我给你点东西很公平吧？算我借你的，等我捞到更多的东西再还你。不说了，昨晚上风挺大的，估计还会有物资箱飘过来，我可不能错过了。关掉聊天面板后，叶川拿出一颗蟠桃吃了起来。不愧是 A 级果实，吃完以后神清气爽，一天的疲惫都消失不见了。蟠桃桃核 A 级，种下后有几率成长为桃树，并结出可口的果实。就在这时，海豚将一个物资箱甩到了岸上，叶川随手投喂一条海鱼作为奖励。检测到宿主与海豚的友善度提升到了40点，是否进行认主仪式？海豚也能签订主仆契约吗？立即签订。签订成功，奖励宿主幸运小礼包，是否开启？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肥沃黑土100千克，花坛制造图1个，小营养液2瓶，进化值1000点。小营养液是什么？我是个变态，把吃剩的菜汤兑水进行交易，没想到一经上架就被抢购一空，甚至有人愿意出1个亿，只为喝上一口我吃剩的菜汤。原来在这荒无人烟的海岛上，别人都饿得食不果腹，我却吃穿不愁，还养了只海豚做宠物。小营养液是什么东东？小营养液可以提升植物的生长速度，但是效果一般。我去，果然是好东西，不知道对海豚有没有用？你不要过来啊！恭喜宿主契约兽升级至1级，获得升级礼包，是否开启？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成长值500点。契约兽解锁新技能声波干扰，可短距离干扰对方行动。有了海豚的声波干扰，就不怕再有海洋生物来攻击海岛了。就在这时，叶川收到一条私信：哥哥，我实在是太饿了，可以用2块石头和你换烤鱼吗？石头换烤鱼，这人不会是饿出毛病了吧？算了算了，反正自己也不缺，就当是救人一命了。感谢大哥的，呸！谢谢哥哥的烤鱼，等以后有机会我会报答你的。你想做什么？我不会答应你的。以后你跟着我混，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你能给我口吃的吗？我已经2天06个小时3分27秒没吃饭了。生的凑合吃吧，总比饿死的好。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跟我走吧。去哪里？当然是上船，难道你想白吃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以为你想跟我一起在海岛上生活。区区海岛算得了什么？我的目标是征服世界。你让我划船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难道要我白养活你？你不要那么凶，我划就是了。检测到宿主还未签到，是否签到？立即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500点，猪肉罐头2个。居然是猪肉罐头，吃了那么多天的海鲜，终于可以换换口味了。随后叶川便将猪肉罐头打开，连同1颗白菜放入锅中，不多时1锅白菜猪肉汤便煮好。色香味俱全，我真是个天才。吃饱喝足后，叶川又带着菜汤找到海豚。来来来，让你也尝尝我的手艺。随后叶川又打开交易栏，将没喝完的菜汤分成99份，一经上架便引爆了聊天室。
是我眼瞎了吗？居然有大佬上架了白菜猪肉汤，我们还在为国父发愁，人家都吃上白菜猪肉汤了。兄弟，信我，你就是眼瞎了。不说了，我要去换汤了。我是一个身家千万的老板，只要你把肉汤全部给我，我愿意出价1个亿。大佬你好，我这里有一张太阳能热水器制造图，可以换一份肉汤喝吗？什么太阳能热水器制造图？有了它，岂不是可以洗热水澡了？当然要换，现在就换。我用渔网捞到一张马桶制造图，有没有想要的？拿实物来换。看到这条消息，叶川的眼睛都亮了。毕竟在这四面环水的海岛上，马桶同样是生存必不可少的工具。马桶制造图所需材料：木板20，金属片5个，布片5个。紧接着，叶川又上架了烤鱼，打算换取一些制造马桶所需的材料。我捞到一个经验包，不知道有什么用，可以和你换烤鱼吗？没想到还有人能捞到经验包，别人不知道，自己还能不知道吗？现在海岛和契约兽升级最需要的就是经验包啊！我也不知道这经验包有什么用，不过可以用一份烤鱼跟你换过来研究研究。一份烤鱼太少了吧？这经验包可是我费了好大功夫才捞上来的。我最多给你2份烤鱼，毕竟万一这玩意什么用都没有，那我岂不是亏大了？行吧，2份就2份。太爽了，这下又能升级了，而且只用2份烤鱼就换到了如此珍贵的经验包，我真是太机智了。海岛升级成功，恭喜宿主契约兽升至2级，获得成长值500点，木板10个，小营养液1瓶。随后，叶川又用交易来的材料根据制造图做出了马桶。这感觉怎一个爽字了得，真是舒坦。另一边，海龟和海豚经过一天的探索，不多时岛上便有了几个物资箱。然而叶川却并不着急打开，而是将它们堆在身后，靠在上面一边休息一边吃起了烤鱼。哥哥，我捞到一个石块，能和你换点水喝吗？我已经3天没喝水了。上次拿石块换烤鱼，这回又和我换水，他不会真的以后都拿石块和我交易吧？说完，叶川还是换了一碗菜汤过去。哇，居然是菜汤，真是太感谢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。不如就答应你一个小小的要求怎么样？只要是我能做到的，都可以满足哦。改日吧。就在这时，刘毅突然发来消息。我刚刚捞物资箱的时候，发现远处有一艘船飘过。什么？居然有人这么早就做出了船，想来是为了打劫其他海岛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张弓拿去防身。不行不行，这太贵重了。你就别推辞了，记得有情况随时通知我。我们为什么不上岛去看看？你懂什么？万一岛上的人实力很强，那岂不是要完蛋？还是先等晚上对面放松警惕了再说。我明白了。现在天马上要黑了，不如我们做点别的事情。海岛求生第8天，3000万人中只有1对母鸡。然而开出母鸡的人不幸得了重感冒，为了换到治疗感冒的特效药，他立即将2只母鸡上架交易。此时我却躲在角落窃喜，只因为我手中拥有比特效药灵验100倍的东西。昨晚出事了。什么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波哥，刚才什么东西飞过去了？可能是一只大黑耗子。难道是海岛上的人发现我们了？不可能啊！那我们还要过去吗？废话，岛上肯定有吃的，只要把上面的人解决了，这里的所有东西就都归我们了。疼死我了！现在怎么办？忍着点，别出声，先回到船上再说。可是岛上的食物我们不要了吗？蠢货，人家有弓箭，要打我们不跟玩一样？等以后我们也有了武器，再来搞定这个海岛。幸好有你给我的弓箭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放心吧，吃了这个亏，他们应该不会轻易再来找你了。但愿如此吧。恭喜宿主海岛升至3级，是否开启升级礼包？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成长值500点，淋浴制造图1张 ，A 级蟠桃1个，可增强体质和治疗轻型疾病。我去，这不是昨天的淋浴制造图吗？真是想啥来啥。随后叶川又打开聊天室，正当他准备换取一些制作淋浴器的材料时，却发现一条评论量极高的交易信息。我昨天冒着大雨捞到一个物资箱，没想到从里面开出2只母鸡，可我也因为淋雨感冒了，现在还有点发烧，有没有开出感冒药的？我愿意用这2只母鸡来换。没想到竟然还有人能开出母鸡，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应该还没有人捞到感冒药，不然母鸡早就被人交易走了。想到这里，叶川立即回复了那条消息，表示自己愿意用蟠桃来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要知道这种地方感冒是会让人嘎掉的，你要是不换就别来烦我。我这可不是普通的蟠桃，吃了不仅能治疗你的感冒，还能增强体质，大大降低生存风险。此话当真？我读书少，你不要骗我。这样吧，
你先用一只母鸡和我换，如果吃了有用，你再把另外一只也给我。可以。话音刚落，一只活蹦乱跳的母鸡便来到叶川的面前。这母鸡可以啊，虽然没有谷子玉米，不过把海芋切成小块也是可以当做饲料喂养的。这个真的能治感冒吗？不管了，先试试再说。你知道吗？刚刚居然有人交易活物，是2只母鸡，就是不知道被谁给换走了。要是有了那2只母鸡，至少每天都可以吃上鸡蛋，不用再为吃饭发愁了。放心吧，母鸡会有的，鸡蛋也会有的。就在这时，赵飞宇发来了消息：全民穿越海岛求生，别人饿得食不果腹，我却拥有吃不完的烤鱼。不仅建造了可以挡风遮雨的木屋，还打算在海岛上养鸡。我去，没想到这蟠桃真的有用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！我现在就把另一只母鸡交易过去。关掉聊天室后，叶川看着眼前的2只母鸡陷入沉思。虽然没有饲料，不过可以把海鱼切成小块喂养，只是现在必须找个地方将母鸡圈养起来，不然万一拉的到处都是可就麻烦了。随后叶川打开仓库，加上昨天获得的500点进化值，现在共有1000点。叶川二话不说，直接将进化值用来升级海豚。恭喜宿主海豚升至3级，获得升级礼包，是否开启？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成长值500点，木板5个，鸡舍制造图1张，酸奶2罐。鸡舍制造图真是想啥来啥。鸡舍制造图所需材料10块4个，木板8个，钉子4个。叶川听完，立即打开交易频道，用烤鱼交换到了制造鸡舍所需的材料。这鸡舍不仅喂水喂食一应俱全，还有专门休息跟下蛋的地方，简直像极了别墅。没想到现在连鸡都住得比我好，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住上别墅。将2只母鸡安顿好以后，叶川又打开一罐酸奶，边喝酸奶边刷起了聊天室。昨天晚上有一只船从我的海岛边经过，看样子他们似乎还有武器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？我天，不会是专门打劫其他海岛的吧？我们现在连吃饭都困难，如果再被打劫，岂不是要玩完了？不如趁现在大家多做点木棍之类的武器，这样万一被盯上也好有一点还手之力。就在这时，蓝莓果酱发来了私信：哥哥，我昨天捞到一个物资箱，从里面开出一张海水净化器制造图，可以和你换烤鱼吗？海水净化器？难道是可以把海水变成纯净水的东西？想到这里，叶川立即同意了蓝莓果酱的交易信息。A 级海水净化器制造图，可用来制作海水净化器。海水净化器每小时可将100毫升海水转化为5毫升 A 级淡水，饮用后可增强体质，预防轻型疾病，消除疲劳。果然是好东西。你为什么不跟别人交易呢？我没有和别人交易过，害怕被骗。这样，那我再给你2条烤鱼，并且每天会给你提供一定的淡水。如果再捞到什么稀有品，可以交易给我。真的吗？那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波哥，我感觉浑身用不上力气，就快要坚持不住了。前面有个海岛，一会儿你先吸引岛上人的注意力，然后我趁其不备去偷袭。如果成功，我们就有食物了。救命啊！有没有人救救我？我就快要不行了。咦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你先别动，我来给你包扎一下伤口。你居然嘎人了！这种蠢货，留着他也活不下去。现在我们赶紧去把岛上的食物拿走，等你恢复好以后，我们再去报这一箭之仇。检测到宿主还未签到，是否签到？立即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成长值500点，肥沃黑土100千克，羽毛残片1个。此时叶川打开仓库，发现已经集齐了3个羽毛残片，是时候兑换天使羽毛了。兑换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双倍增幅1天。我去，立即使用双倍增幅，积攒了这么久的物资箱，终于等到双倍增幅了。不多时，叶川便打开了所有物资箱，加上双倍增幅的加成，很快岛上便堆满了各种物资。海岛求生第10天，别人都饿得食不果腹，有的甚至开始吃皮鞋度日，我却靠着双倍增幅的加持，很快便获得了海量物资，紧接着又制作起了海水净化器。太好了，有了海水净化器，这下每天都有淡水喝了。因为有双倍增幅的加持，叶川一下子得到了2个海水净化器，并且都是1级。趁着现在有双倍增幅，不如让刘毅把物资都发过来，还可以再白嫖一波。白嫖是不好的行为哦，建议先支持后观看。随后叶川打开聊天室，让刘毅把手上的物资都发过来。下一秒，一堆物资便出现在叶川面前。系统使用双倍增幅。见到物资都变成了双份，叶川又将刘毅的都交易了回去。怎么又交易回来了？需要的东西我已经拿到了，这些你收好就行。就在这时，3年没吃过饭的蓝莓果酱又发来了消息：哥哥，我捞到一个物资箱，可是已经饿得没有力气打开了，
你能给我一点食物吗？没想到这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挑的柔弱妹子居然还活着，真是个奇迹啊！这样吧，我给你2条烤鱼和一些淡水，以后你再捞到物资都可以跟我换。好的，哥哥，我会努力的。关掉聊天室，叶川又到之前种植树种的地方，只见地上已经长出了3棵树苗，分别是2棵梨树和1棵桃树。为了加快果树的生长速度，叶川又给它们浇了一点小营养液，希望这几棵树苗能够快快长大，这样以后就有鸭梨和蟠桃吃了。突然，从海面传来一声惨叫，难道是海豚遇到危险了？海豚在自然界几乎没有天敌，除非……想到这里，叶川赶紧跑到岸边，果然看到海豚正在被一条虎鲸追。此时，一旁的海龟也在不停对虎鲸使用水弹攻击，然而似乎并不能对虎鲸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就是现在，趁着虎鲸受伤后速度减弱，叶川又取出一把没洗过的长枪。恭喜宿主击杀 C 级海洋生物，获得肥沃黑土100千克、菠菜种子20、辣椒种子5、多功能烧烤架制造图1张。叶川看到这些奖励，瞬间激动的2眼放光。我去，这奖励可够丰盛的，这波真是赚翻了。叶川说完，又将视线移到虎鲸身上。这虎鲸可不能浪费了，这么大一坨肉，要是上架交易，不知道得换多少好东西。只见叶川拿出锯子，不到1年的时间便将巨大的虎鲸分成了99份，随后一并上架了交易频道。聊天室里顿时炸开了锅。啥？虎鲸肉？真的假的？真的有人能嘎掉虎鲸？他是变态吗？我天，能和虎鲸战斗的人那是什么样的存在？简直太变态了！叶川没有理会聊天室的众人，而是又拿出几份虎鲸肉，分别交易给了刘毅、蓝莓果酱和赵飞宇。这是虎鲸肉，你居然嘎了一头虎鲸？运气好而已，一头溺水的虎鲸正好从我这里路过。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，尽管提。哥哥好厉害，居然嘎了一头虎鲸，我以后肯定要好好报答你。先别说报答不报答了，赶紧吃你的肉吧。叶川说完便关闭了聊天室，转身研究起了多功能烧烤架。海岛求生第11天，人人都饿得勒紧裤腰带，我却偷偷摆起了烧烤架。现在就差食材了。只见叶川拿出几份虎鲸肉，又用竹签将肉串起来摆在烧烤架上，不多时一股烤肉的味道飘了出来。然而就在叶川准备享受虎鲸肉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危险正在来临。兄弟们，我闻到前面有 BBQ 的味道，看来今天可以大饱口福了。什么是 BBQ？ 叫你平时多读点书，连 BBQ 都不知道。BBQ 就是不白嫖，先吃迟后观看的意思。原来如此，我懂了。不知道屏幕前面的你们懂了吗？废话不多说，我已经按耐不住激动的心了。难道是海豚遇到危险了？眼见海豚不是鲨鱼们的对手，叶川赶紧拿出弓箭。有了叶川的加入，鲨鱼们渐渐落入下风，最后狼狈离去。没想到海上会有鲨鱼群出没，看来新手期也要万分小心才是。就在这时，刘毅发来的消息，原来是他今天又捞到一个物资箱。本以为里面只是一些基本的建筑材料，可让叶川没想到的是，居然从物资箱里开出一张储油罐制造图。在这个资源匮乏的海洋世界，油也算是重要的资源了。想到这里，叶川立马打开仓库，只见里面还有很多没有交易完的虎鲸肉，不如就拿这些虎鲸肉来炼油吧。紧接着，叶川取出一部分虎鲸肉，然后拿出铁锅开始炼油。不到1年的时间，叶川便用2两虎鲸肉提炼出3斤鱼油，并且这些炼完油的肉依然不影响使用，还可以用来和其他人交易资源，简直一举两得，我真是个天才。将油保存进储油罐后，叶川开始查看海岛其他地方的运转情况，却意外发现母鸡叫个不停，并在鸡舍里发现2颗圆滚滚的大鸭蛋。太好了，好久都没吃过荷包蛋了，不知道用虎鲸肉炼出来的油煎的荷包蛋味道怎么样。只见叶川取出鸡舍里的2颗鸭蛋，随后便开始起锅烧油。很快，一个金黄色的荷包蛋就煎好了。然而还没等他开始品尝，海面上又传来海豚的叫声。难道鲨鱼群又来了？叶川没有多想，直接拿出弓箭。不料等他走到岸边，却被吓了一跳。只见海面上赫然飘着一具被打掉的求生者。不是说新手期会有安全保护吗？没想到才短短10天就已经有人遇害了。看来以后不能睡得太死，要时刻保持警戒了。为了防止那具身体在自己的海岛附近腐烂，叶川命令海豚将其推走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还未签到，是否签到？立即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500点，幸运盲盒1个。因为有双倍增幅的加持，叶川直接获得了1000点进化值和2个幸运盲盒。紧接着，叶川打开2个幸运盲盒，发现里面分别是2根胡萝卜和2个胡萝卜。系统把1000点进化值全部用来升级海豚。恭喜宿主契约兽升至4级，获得升级礼包，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成长值500点。海豚解锁新技能，绝对撞击，可以造成3倍伤害。海龟，你可要继续努力，现在海豚的技能已经比你多了。
随后叶川打开聊天室，却发现所有人都在因为一件事疯狂刷屏。海岛求生第12天，原本平静的海面涌现出一批四处飘荡的身体，这一幕诡异的景象引得求生者们人心惶惶。殊不知更大的挑战正在来临。你敢相信吗？昨天晚上居然有个人从我的海岛边飘了过去，看样子被泡了好几天了，吓得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。你怎么知道那是一个人？说不定是你饿得眼花了，万一是个资源箱，岂不是亏大了？我也看见了，真是太可怕了！不行，我要赶紧艾特朋友来保护我。看着聊天室里的消息，叶川更加确定了心里的想法。看来海岛与海岛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，相信很快就能和其他求生者碰面了。随后叶川打开消息，发现有人发来一条终极帆船制造图的交易信息。我要的也不多，只需500斤虎鲸肉、200升淡水，还有20份烤鱼就行。对了，烤鱼记得撒上孜然，最好再来点食盐。啥？这人的脑袋怕不是被阿凡提的坐骑给踢了吧？还要撒上孜然，不给你加点三花淡奶就谢天谢地吧。我说兄弟，你这东西确实挺不错的，但说实话，不值得我拿这么多东西去换。我可以给你2份烤鱼和半瓶没喝过的矿泉水，你要是同意，咱们就交易。你既然有本事嘎掉虎鲸，自然也会知道终极帆船制造图意味着什么。现在除了刚才的条件，你还得给我再加2只母鸡，要带着鸡蛋的。见到对方非但没有退步，反而还加了条件，叶川气得差点就口吐芬芳。这家伙既然对我的情况这么了解，想必和我的距离也不远。既然你不想给我，那我不介意亲自去拿。可恶，本想着好好宰上一笔，没想到他居然不和我换。凭良心问，我要的东西多吗？就在刘帅灰心丧气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海面上出现一个黑点，并且还在朝着自己的方向移动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好像是一座海岛？不可能，海岛怎么会动呢？随着海岛越来越近，刘帅也看清了上面的繁华景象。没想到这座岛上资源如此丰富，难道是用来给求生者补给物资的？真是太好了！就在刘帅垂涎岛上的资源时，叶川已经偷偷来到他的岛上，把终极帆船制造图交出来。你在说什么？别嘎我！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早这样多好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白拿你的东西。等等，我会给你2份海鱼和1瓶淡水当做交换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能和你这样的大佬交换物资是我的荣幸，我怎么会不愿意呢？收到终极帆船制造图之后，叶川控制海岛慢慢向远处飘去。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帆船制造图。终极帆船制造图所需材料：初级帆船木板1000，钉子250个。啥？制作终极帆船还需要初级帆船？系统你搁着套娃呢？眼见暂时无法制造终极帆船，叶川便将制造图收进了仓库，紧接着开始查看海岛上农作物的生长情况，却发现之前铺好的肥沃黑土少了许多。系统，除了建造花坛外，还有什么方法防止水土流失吗？丁，将其他岛屿绑定为自己的附属岛屿，便可获得香根草奖励。原来如此，得知香根草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后，叶川又操控海岛朝着返回的方向飘去。终于走了，好险！没想到交一个帆船制造图，差点小命不保。就在这时，刘帅向海边望去，突然发现叶川的海岛再次朝着自己飘来。我的妈啊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难道是对那张制造图不满意，所以想回来嘎掉我吗？我数到3，要么成为我的附属岛屿，要么下海陪鲨鱼。凭什么？3，下海去陪鲨鱼吧。别，我服了。绑定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一个附属岛屿。从此，附属岛主获得的任何东西，宿主都可以分走3成。不错不错。对了，我的香根草奖励呢？此时只剩下刘帅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他只知道自己的岛屿被人绑定了。我从席梦思上一觉醒来，人类数量锐减，无数条鲨鱼游荡在海岛附近，伺机捕猎求生者。为了弄清鲨鱼暴动的原因，我跳入水中引起他们的注意，然而却发现此事并不简单。恭喜宿主获得第一个附属岛屿，是否开启幸运礼包？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肥沃黑土200千克、香根草种子200粒、单身公寓制造图1张、席梦思床制造图1张、壁挂炉制造图1张。发财了发财了，居然一下得到3张制造图。单身公寓制造图所需材料：木屋1个，钉子300，木板250个，单身狗1只。随后，叶川用食物从世界频道交易到制作单身公寓所需的材料。不到1年时间，原本简陋的木屋摇身一变成了豪华的公寓。紧接着，叶川又做出了席梦思床和壁挂炉。可惜了，这么大的公寓只有这点东西，看起来太空旷了。算了，等以后再慢慢添置家具吧。做完这些，劳累了一天的叶川便躺在席梦思床上睡了过去。好久没睡得这么踏实了。只见叶川打开世界频道，却发现里面没有一条交易信息，而此时所有人都在为一件事情疯狂刷屏。兄弟们，我的海岛边突然出现了许多鲨鱼，吓得我都不敢捕捞物资箱了。我也遇到了，有几条甚至都冲到岛上来了。咱就是说，进化也不用这么着急呀。现在不是新手保护期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如果是一条鲨鱼攻击人类倒没什么，可是海里的鲨鱼倾巢出动可就有点意思了。难道是因为那个东西？想到这里，叶川迅速走到岸边，命令海豚引过来一条鲨鱼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他打算亲自跳入水中和鲨鱼接触，而一旦遇到危险，海豚就会第一时间赶来。海豚，等会我跳入水中，如果遇到危险马上救我。只见叶川手握长枪，纵身一跃，扑通瞬间引来一条鲨鱼。眼看鲨鱼张着血盆大口朝自己逼近，叶川赶忙将手中的牙签刺入鲨鱼嘴里。可奇怪的是，鲨鱼并未感到疼痛，尽管一直后退，却迟迟不闭上嘴巴。果然如此，在鲨鱼的天敌之中，有一种鱼类叫做比目鱼，它们会分泌出一种液体毒素，一旦鲨鱼的嘴巴接触到这种毒素，就会无法闭合。如此看来，海下可能有一个巨大的比目鱼群，这才逼得鲨鱼来到海面。不过比目鱼对鲨鱼来说是避之不及的天敌，对人类来说却是不可多得的美味。想到这里，叶川游回岛上组装起了渔网，不多时便做出一个专门用来捕捉比目鱼的装置。海龟，帮我把这张网撒出去。只见渔网瞬间沉入海底，几分钟后，从下面突然出现一股巨力。这么沉，难道是网住鱼群了？海岛求生第14天，我意外发现了海底的比目鱼群，没想到第一次撒网就收获颇丰。恭喜宿主捕捞到比目鱼312条，金鲳鱼2条，帝王蟹1对。好家伙，没想到只是撒出一次渔网，居然直接实现海鲜自由了。紧接着，叶川打开世界面板，把刚刚捕捞到的比目鱼全部上架交易，瞬间就遭到众人的疯抢。我去，一次性上架这么多鱼，不会是开挂了吧？大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我的渔网一条都捞不到？肯定是因为你的方法不对，只要撒网之前多艾特几个朋友，总会有鱼儿上钩。眼看上架的比目鱼数量不断减少，叶川又拿出一部分分别给了刘毅和蓝莓果酱等人。没想到交易频道里疯抢的比目鱼竟然是你上架的，我真是太佩服你了。运气好而已，一不小心就捞到这么多。哥哥，你真是太好了，居然还给我比目鱼吃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行了，赶紧吃你的吧。无功不受禄，你的鱼我不能要。这是我送给你的。见对方没有回复，叶川暗暗叹了口气。整个海洋世界最缺少的就是水跟食物，这家伙居然能经受住食物的诱惑，果真不是一般人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跟他结交。关掉聊天室后，叶川整理了一下交易所获得的材料，除了木板、钉子等一些常用的建筑材料外，还有一张脸盆制造图和一面镜子。看来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捞到生活用品了，洗脸盆也是生存中不可或缺的物品。随后，叶川再次打开交易面板，打算用比目鱼换一些塑料制作洗脸盆。我这里有2个塑料，正好能做洗脸盆，想要就拿2吨淡水来换。什么？你怎么不去抢？不瞒你说，这2个塑料就是我抢来的。好家伙，还真是抢来的！我最多给你100毫升淡水，毕竟现在大家都缺水。但是有塑料的肯定不止一个，你说呢？不行不行，我这塑料可是费了很大功夫才抢来的，少了一滴水都不换。就在这时，蓝莓果酱突然发来信息：哥哥，是你在收购塑料吗？我这里有一堆呢，都是昨天打捞上来的，也不知道有什么用，不如都给你吧。我去，这小丫头的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对了，还有几个生菜种子，我也不会种，如果能种出来，让我尝尝就好了。到时候要是真的种出生菜，我直接送你2颗。那就谢谢哥哥啦。恭喜宿主接到新任务，击杀 B 级海洋生物，完成任务可得丰厚奖励。什么是 B 级海洋生物？巨型达摩鲨。我勒个去，系统你直接说要我命就完了，达摩鲨可是比虎鲸还要凶残的存在，这任务也太变态了吧！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毕竟是系统第一次主动发布任务，叶川也很想知道究竟能获得什么奖。海豚，要不就委屈你一下，去帮我引个达摩鲨过来。不要怕，你只要把它引过来就行了，到时候我会和海龟一起对付。海豚离开后，叶川立即在世界频道发起关于武器的交易，毕竟一会达摩鲨就要来了，他可不想赤手空拳上去战斗。是你在世界频道发布的交易吗？我这里有一张鱼枪制造图，不过貌似是一次性的。没关系，只要是武器我都要，这下你总可以接受我的食物了吧？这次赵飞宇没有推脱，而是爽快地收下了那些比目鱼。关掉聊天室后，叶川便制作起了鱼枪。海岛求生第15天，我的大佬身份被发现，一打开聊天室，私信瞬间爆满。你就是那个上架虎鲸肉的大佬吧？现在居然又捕捞到这么多比目鱼，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可以教教我吗？大佬，你的比目鱼太好吃了，只是我手上的资源不多了，可以便宜一些吗？虎鲸肉还有吗？简直是太香了，给大佬点赞。就在这时，叶川突然看到一条奇怪的交易信息。大佬，我有一个超级平板，想换一些武器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好家伙，居然还有交易平板的！难道他不知道超级平板不仅是海岛的标志，还是唯一可以和其他岛主交流的平台吗？平板我也有，这东西貌似没什么用吧？你既然能嘎掉虎鲸，还能捞到那么多比目鱼，我相信你对这个海洋世界的规则已经很清楚了。
肯定也知道超级平板可以绑定附属岛屿，并且还能分走附属岛屿的3成物资。对于你这样的大佬来说，附属岛屿不正是目前所需要的吗？抱歉，不感兴趣。叶川说完，立即关闭了聊天室。这家伙既然知道附属岛屿，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去绑定？这些超级平板应该来自那些被他打劫过的海岛，而这些岛上的主人可能已经嘎了，只不过是一些空岛而已。可恶，他为什么不和我换？这些超级平板不正是他现在所需要的东西吗？波哥，我饿了。就知道吃，不换到武器怎么去报仇？我们现在再去找一找，说不定下一个海岛上的资源会多一些。可是现在天已经黑了，要不我们明天再去找吧。说得对，带着你也是个累赘，我自己去找其他海岛，你就在这里自生自灭吧。波哥，我错了，别扔下我。检测到宿主还未签到，是否签到？立即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1000点，幸运盲盒1个。打开幸运盲盒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木板20、钉子100个、猪肉罐头2个、烧烤料1份。太好了，有了烧烤料，以后再做出来了的烤鱼就会更美味了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海豚急促的叫声。糟了，海豚遇到危险了，难道是巨型达摩鲨？我勒个去，这玩意也太强了吧！系统，我现在放弃任务还来得及吗？只见达摩鲨对着海岛一个撞击，叶川瞬间被震倒在地，随后他急忙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鱼枪。达摩鲨，吃我一枪！什么？这鱼枪被他给吃了？这玩意也太变态了吧！海龟，快来帮我一起对付他！真是好险！若不是我有海龟1半的力量，就凭达摩鲨表皮的坚硬程度，根本不可能把长枪刺入进去。恭喜宿主第一次击杀 B 级海洋生物，获得茶几制造图1张、沙发制造图1张、桃子 A 级1个，可消除战斗疲劳。叶川收下制造图后，又吃掉了1级桃子，战斗所带来的疲劳瞬间消散。哥哥，我刚才捕捞物资箱的时候，从里面开出一个蛋。什么蛋？宠物蛋，捕捞到的概率为1000万分之0.1，有几率孵化出宠物。啥？这丫头的运气也太好了吧！系统，那要怎么孵化宠物蛋？把蛋放进火堆里即可。你确定只是孵化不是烤蛋吗？要不要再加点孜然什么的？随后，叶川又将宠物蛋交易了回去。这是宠物蛋，可以孵化出宠物。既然是你捞到的，那你就把它孵出来吧。海岛求生第16天，居然有人要送我一个蛋。哥哥，我现在连自己的温饱都成问题，就算有了宠物也养不活，还是把这个蛋交给你吧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在整个海洋世界能捕捞到宠物蛋的概率不足1000万分之1，这么珍贵的东西，确定要给我吗？哥哥，之前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，是你给了我食物还有淡水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早就没命了。不过是一个蛋而已，你就收下吧。见蓝莓果酱退出聊天，叶川只好收下宠物蛋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这个蛋给孵出来。之前系统说要放进火堆里，也不知道靠不靠谱。不管了，试试再说。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好？估计是孵化失败了吧。这味道好香啊，就是不知道吃起来会怎么样。就在这时，火堆中传来蛋壳破裂的声音。下一秒，一只像鸟一样的家伙出现在了叶川面前。信天翁，幼年期 S 级宠物，自动认主，进入成长期可表现出强大的能力。我去，居然是 S 级宠物，还好刚才没把蛋给吃了，不然就亏大了。系统，这家伙要怎么养？信天翁常见于海洋，能喝海水，会唱、跳、rap， 通常以鱼类为食，并随着等级增长扩大食谱。恭喜宿主信天翁升至1级，获得升级奖励，是否开启？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2000点，木板20，棉被1日游，鸟窝制造图1张。棉被还是算了吧，那可是嘎腰子的地方，屏幕面前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去哦。随后叶川打开聊天室，换取了一些材料后便制作起了鸟巢。信天翁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小窝了。安置好信天翁后，叶川又把刚刚获得的2000点进化值用在了海龟身上。恭喜宿主海龟升至4级，水弹威力提升，获得新技能再生，受伤后恢复速度提升至10万倍。我勒个去，那岂不是说受伤立马就能恢复满血？既然海龟能反哺我5成的能力，岂不是说我也无敌了？只见叶川再次打开聊天室，并送给了蓝莓果酱一些食物。哥哥，你给我这么多食物做什么呀？还有这个桃子，上面的 A 是什么意思？我用你给的宠物蛋孵化出了 S 级宠物，这些是我送你的，如果不够可以再向我要。那个桃子是 A 级果实，吃了以后可以增强体质，预防疾病。那真是太谢谢哥哥了，你人还怪好嘞。检测到宿主还未签到，是否签到？
立即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500点，肥沃黑土200千克，羽毛残片1个，集齐3个羽毛残片可兑换天使羽毛，使用后会有好运发生。系统把500进化值全部用来升级海岛。升级成功，海岛面积增加1000平方米，获得升级奖励，成长值1000点 ，A 级鸭梨2个，胡萝卜1对，小鱼干200克，公鸡蛋1个，织布机制造图1张。织布机制造图，那岂不是说可以做新衣服了？可问题是织布这种原始技能谁会啊？系统，你能不能教教我啊？海岛求生第17天，因为长时间开不出淡水，竟有人开始自产自销。我已经3年没喝水了，大佬能给我点水喝吗？我用木板和你换。3年没喝水，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如果不是我急中生智自产自销，恐怕早就已经没命了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可以给你100毫升淡水，希望你别再自产自销了。谢谢大佬，好人一生平安，我给你点赞。关掉聊天室后，叶川打开仓库，却发现里面有一张残破的图纸。咦，这是什么？海岛主可以获得附属岛屿的3成物资，有可能是从附属岛屿上得来的。难道这玩意和电有关？想到这里，叶川立马对刘帅发起了私信：你小子是不是捞到一张图纸？我没有，别问我，不知道。哟呵！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要是还这样，我不介意亲自去岛上拿。别，我说那是一张电视机制造图。紧接着，刘帅便把另外半张图纸交易了过来。电视机制造图所需材料：塑料50，金属片20，钉子10颗，玻璃2块。得知所需材料后，叶川开始在世界频道发布交易信息，不多时便交易到许多材料。别的材料都有了，却唯独塑料和玻璃少得可怜。哥哥，是你发布的交易信息吗？我这里正好有2个塑料，留着也没什么用，就送给你吧。你是怎么捞到塑料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以前根本没有这种东西，就是最近几天才开始出现的。看来这些都是才出现的新资源，相信再过一段时间，人人都能捞到塑料和玻璃了。眼见一时半会造不出电视机，叶川便把制造图收进了仓库，随后又取出一部分建筑材料，开始了扩建菜园的工作。菜园扩建之后，不仅能种植更多的植物，还能美化海岛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只见叶川取出一瓶小营养液，将其滴在刚刚种好的种子上面，瞬间就加快了植物的生长速度。也不知道刘毅现在怎么样了。随后，叶川又从仓库里取出几颗蔬菜交易给了刘毅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足足等了1年都没有得到回复。这丫头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刘毅，你看到我给你的蔬菜了吗？收到了就回复一下。抱歉，我刚刚晕过去了。本来想着捞个物资箱，没想到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条绿色的长虫，酷吃一口就咬在我的波棱盖上，然后整个人就晕过去了。现在还有点恶心。绿色的长虫难道是绿海鳗？那玩意可是有毒的，搞不好会把命丢掉的。一边说着，叶川便将一颗棘蟠桃交易了过去。你把这个蟠桃吃了吧，那是 A 级果实，吃了以后可以解掉绿海鳗的毒，还能增强体质，预防疾病。只见刘毅吃下蟠桃，随后娇躯一颤，脸色就从苍白变得红润起来，整个人也精神了许多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我去捞物资箱了，如果有好东西就先给你。那就好，记得有事随时叫我。叶川刚想要关闭聊天室，却见赵飞宇发来了一张水龙头制造图的交易。不错不错，如果能在海水净化器上加装一个水龙头的话，那就更完美了。换到水龙头制造图后，叶川一边发布所需材料的交易信息，一边刷起了聊天室。再过2天就开启租赁功能了，大家有什么想租的东西吗？什么租赁功能？可以租口水喝吗？我要租个苦茶子，3手的也行，我已经3个月没换洗过了。系统，要是有人租了东西不还怎么办？宿主无需担心，租赁时间到期后，物品会自动回到主人手上，不会有不归还的事情发生。就在这时，信天翁突然叼着一条小鱼走了过来。我去，信天翁牛啊，都会自己捕鱼了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再过2天就能帮我打理菜园了。大胆贼鱼，还我鸟来！这只信天翁刚刚捕捉到一条小鱼，可还没来得及尝尝咸淡，下一秒就沦为独角鲸的尾巴。可恶的独角鲸，还我鸟来！信天翁，到底是你捕鱼还是鱼捕你啊？下次可别再乱跑了。随后，叶川拿出锯子，手法娴熟的将独角鲸分成了99份，直接上架到交易频道。下一秒，聊天室里便炸开了锅。他是变态吗？连这玩意都能打，简直不是人啊！大佬，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能教我们吗？在下吕奉先，如大佬不弃，无愿拜之为义父。就在这时，一条交易信息发了过来。大佬，我捞到一张抽气机制造图，也不知道有什么用，能和你换2份独角鲸吗？
抽气机制造图，这东西对我来说用处也不大，只能给你一份，如果同意就交易过来。收到抽气机制造图后，赵飞宇也发来了信息。我刚刚下海捕捞物资箱，突然冒出一条绿色的长虫，还好我反应快，不然可能就断子绝孙了。这是我从箱子里开出的图纸，你应该用得到。居然是燃气灶制造图，这可比每天生火做饭方便多了。紧接着，叶川又将2份独角鲸交易给了赵飞宇。这是独角鲸，我本以为虎鲸已经是你的极限了，没想到居然又嘎了一头独角鲸。运气好而已，刚好有只独角鲸撞死在海岛边，被我给捡到了。对了，你说的那个绿色的长虫应该是绿海鳗，是有毒的，千万小心别被咬到了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知道了。眼看交易的材料差不多了，叶川又拿出几份独角鲸送给了蓝莓果酱和刘毅。哥哥，你给我的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一条独角鲸。哥哥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居然连独角鲸都能嘎掉。碰巧而已。对了，最近海里有绿海鳗出没，那是有毒的，已经有不少人被咬了，记得捞物资箱的时候防备着点。我知道了，哥哥。关掉聊天室后，叶川用交易来的材料分别制作了抽气机和燃气灶，随后又来到单身公寓。是时候重新收拾一下公寓了，看起来实在太乱了。然而叶川刚刚安装好机器，就想到一个致命的问题。现在抽气机和燃气灶虽然做好了，可问题是既没有电也没有燃气啊。还有那张电视机制造图，我就是做出来也看不了啊。系统啥时候能整个发电机出来啊？见系统没有回复，叶川叹了口气，走出屋外开始巡视海岛。那是什么？之前刘毅说有人想要打劫他的海岛，不会就是这家伙吧？看样子好像是朝着自己这边来的。没想到这个岛上不仅有如此豪华的房子，而且还有菜园和果树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。岛上物资这么多，肯定有不少武器，我们真的还要上岛吗？那当然，我们已经搜刮了那么多海岛，一个个穷的跟作者一样，只要把这座海岛给拿下，绝对能衣食无忧。说罢，李波便让女子划起了船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划了1年的时间也不见靠岸。你是没有吃饭吗？怎么这么久了还不到？给我划快点！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而且我真的没有吃饭。真是废物，拿来我自己划。这不对啊，怎么划了这么久？感觉船和海岛之间的距离一点没变啊，真是奇了怪了。波哥，我怎么感觉海岛在向我们这边移动？你说什么？这座海岛自己会动？我说二位，你们追了我这么久，到底想做什么？你的海岛居然会动？不然呢？你就是一天25小时不停的划船，划一辈子也追不上。此时李波被吓得直发抖，毕竟万一对方突然拿出武器，吃亏的肯定是自己。小哥哥，这个坏人绑架了我，还让我给他划船，你能救救我吗？我会报答你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之前要和我交易超级平板的家伙吧？一对男女坐着独木舟来到海岛，想要拿走这里的物资，被正在站岗的海龟发现后，居然偷袭我这个20岁的小同学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要和我交易超级平板的家伙吧？没想到居然被认出来了。小哥哥，这个坏男人把我给绑架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会报答你的。看你这回还不完蛋，这下岛上的物资就全都归我了。然而男人还没高兴3秒，却见叶川身上的伤口正在光速愈合。什么？你究竟是人是鬼？你好像非常希望我嘎是吧？没有，大佬饶命，大佬饶命，我愿意做你的附属岛屿。是吗？那你的岛呢？我觉得岛上发育太慢，不如打劫来得快，就挖走平板，把岛丢在海洋世界了。话音刚落，李波便被叶川一箭射中，当场打掉。旁边的女子瞬间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娇躯一震。小哥哥，不要嘎我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我做不到。给你3秒，如果还没从我眼前消失，就下海里喂鲨鱼吧。女子听到叶川的话之后，赶紧划起船飞也似的离开这里。随后叶川打开聊天室，发现聊天室新上线的租赁功能。这个租赁功能真是太好用了，我刚刚用仅有的苦茶籽租到一个渔网，一会就捞了不少鱼。你把苦茶籽交易了，那你穿什么？不过也是，岛上就你一个人，穿啥都一样。我有一双10天没洗的袜子，有没有想要的？拿食物和水来换。看着大家已经开始租赁自己的东西，叶川也将点火器挂在了租赁界面。租赁点火器使用次数，使用一次需要10个塑料。啥？点火器终于可以不用吃生的了？点火器是不错，但是10个塑料会不会太贵了？而且还是刚刚出现的材料，现在手里能有10个塑料的估计也没几个吧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把手里的塑料先给我，等我换了点火器生出火，再把火种分享给你们。去你的吧，我看你就是想白嫖我们的塑料。虽然10个塑料确实有点贵，但是有了火种，不仅能吃上熟食，还能用来御敌、取暖和照亮黑夜，这点资源确实算不得什么。叶川话刚说完，点火器就被租了出去，随后便遭到了所有人的疯抢。
警报！警报！48小时之后，海底将会发生7级地震，届时会有海啸出现，请宿主做好防范。啥？海啸？怪不得最近总有鱼游到海面攻击求生者，原来是因为海啸的原因。信天翁，记得到时候躲进单身公寓，可千万别被海啸给卷走了。得知即将发生海啸之后，叶川立即向世界频道发起了绳索制造图的交易。啥？一张绳索制造图能换到500毫升淡水？大佬这是来发福利了呀！我有点好奇，大佬要这么多绳子做什么呢？你懂什么？人家有点特殊癖好不行吗？咱们只管交易，毕竟500毫升淡水能支撑好一阵子了。在换到几张绳索制造图之后，叶川立马做出了绳子，并将这些绳子分别送给了刘毅、蓝莓果酱、赵飞宇和刘帅。哥哥，你给我2条绳子干嘛呀？是要和我玩什么游戏吗？你看看岛上有没有粗壮一点的大树，记住一定要粗壮的。哥哥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有，你要做什么呀？你先把自己绑在树上，要绑得结实一点，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具体怎么做。知道了，哥哥，我绑好了。随后，叶川又将这些话告诉了其余3人，然后静静等待海啸的到来。海岛求生第20天，海啸爆发，只要是不小心掉入水面的求生者，就会被卷去恐怖的棉被，而我却因为提前得知海啸的发生，轻松躲过了这次灾难。海啸太可怕了，要不是我急中生智把自己埋起来，肯定活不到现在。我更惨，当时我抱着一棵树，连裤子都被刮飞了。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了，这次灾难过后，世界人数足足少了一半，能在聊天室里说话就偷着乐吧。看来这次海啸造成了不小的伤亡，不知道刘毅他们怎么样了。没想到真的会有海啸，幸好你提前告诉了我，要不然我早就变成鱼饲料了，算我欠你的。没关系，我们也算是朋友了，互相帮助。与此同时，刘帅也发来了消息。我去，大哥你真是料事如神，要不是你预先给了我2条绳子，在海啸来临的时候把自己绑在树上，我就没命了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怎么样，现在还觉得做我的附属岛屿亏吗？不亏不亏，以后我就跟着大哥混，肯定能吃香的喝辣的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还未签到，是否签到？立即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海岛维护1次，小营养液5个，鸡腿堡套餐1份，双倍增幅1天。我勒个去，这次的奖励可真够丰盛的，居然还有鸡腿堡套餐。紧接着，叶川直接启动了海岛维护。维护功能已开启，维护过程中海龟进入休眠，且海岛停止移动。因为有双倍增幅的加持，叶川直接得到了2份鸡腿堡套餐，随后又打开聊天室，将其中1份上架到交易频道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居然有人上架了鸡腿堡，真是太酷了！大佬的生活质量都已经这么高了吗？简直甩我们8条街！不说了，我要赶紧去换，毕竟只有1份，晚了可就抢不到了。就在这时，一条交易信息发了过来。我有1瓶除虫剂，能和你换鸡腿堡吗？除虫剂真是太好了，早就想给菜园除虫了。小瓶除虫剂对虫子有抑制和驱赶作用，可有效防止虫害。随后，叶川便带着除虫剂来到菜园开始驱虫，在除虫剂的帮助下，虫子们纷纷背井离乡。海岛维护已完成，获得维护奖励，成长值500点，肥沃黑土500千克，胡萝卜1对，猪肉罐头2个。把奖励收进仓库后，叶川又取出几个没打开的物资箱，趁着现在有双倍增幅，赶紧白嫖一波资源。要是真的开出好东西，那可就赚大了。只见叶川打开所有物资箱，在双倍增幅的加持下，很快便得到了海量物资。不过其中大多都是一些食物和水，还有几个鸡果实。不错不错，虽然没有什么稀罕物，但至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缺少食物了。就在这时，刘毅突然发来一条信息：刚刚我在海岛边捞物资箱，突然从远处飘来一些食物残渣，看样子是被其他求生者吃剩下的，应该离我不远。难道是因为海啸的原因，所以把其他海岛给吹过来了吗？我这里有一些武器，你拿着备用，晚上别睡太死，万一被偷袭了可就不好了。记得有情况随时通知我。随后，叶川开始巡视自己的海岛，没想到刚到岸边就发现了异常，居然是一座海岛。只见叶川远远望去，却惊讶地发现那座岛上不仅有房子，还有菜园，简直和自己的海岛一模一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竟会和我的海岛如此相似？难道它也有系统不成？没想到除了我之外，居然还有人能在这海洋世界发展到如此地步。看来这位岛主不简单啊！就在这时，一条私信发了过来：我有一样东西，你会感兴趣的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海岛求生第21天，居然有人要把宠物蛋交易给我。看看这个东西，你一定会感兴趣的。这是一颗宠物蛋，不知道你想拿这颗蛋换什么呢？我现在非常需要武器，想要这颗蛋就拿武器来换。武器我这里只有1把短刀，如果同意的话，就把蛋交易过来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就是之前大量收购绳索制造图的大佬吧？除了这把短刀，我还要1条绳子。可以。交易到宠物蛋后，叶川再次使用之前的方式开始孵蛋，不知道这次会孵出什么来，只要不变成茶叶蛋就好。
1年后，我中的蛋突然开始躁动，随着蛋壳破裂，一只长着花里胡哨的鸟从里面钻了出来。信天翁幼年期 S 级宠物自动认主，进入成长期可表现出强大的能力。太好了，居然又是一只 S 级宠物，信天翁，快来认识一下你的新伙伴。将信天翁安置好以后，叶川又命令海龟撒起了渔网。恭喜宿主获得鳕鱼53条、三文鱼14个、带鱼3条、帝王蟹1只。有了这些食物，就能再换一张鸟窝制造图了。随后，叶川打开聊天室，发布了关于鸟窝制造图的交易信息。我天，大佬上架的资源太丰盛了，只可惜我没有鸟窝制造图。制造图本就是稀有品，更何况是指定的。哎，真是太难受了！你们谁有鸟窝制造图？到时候可以把换到的食物分给我一点吗？我会报答你的。看来一时半会是换不到鸟窝制造图了，你们2个小家伙就先挤一挤吧。就在叶川准备放弃的时候，蓝莓果酱发来了私信：哥哥，是你在收购鸟窝制造图吗？我这里刚好有一张，就送给你吧。什么？你怎么会有鸟窝制造图？是从一个物资箱里开到的。鸟窝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。好吧，你现在还有多少物资？能不能全都给我？叶川话刚说完，便收到蓝莓果酱交易过来的一堆物资。系统使用双倍增幅。哥哥，你怎么给我这么多呀？我吃不完的。没事，你先收着吧，吃不完就留着过年。关掉聊天室后，叶川又制作出一个鸟窝，并将其安置在信天翁旁边。虽然有了鸟窝，可将它们就这样放在岛上也不安全，而且也不能避雨，以后你们还是住在单身公寓里吧。紧接着，叶川又将2个鸟窝收进仓库，随后连同小家伙们安置在了单身公寓。检测到宿主还未签到，是否签到？立即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500点，肥沃黑土100千克，羽毛残片1个，集齐3个羽毛残片可兑换天使羽毛，使用后会有好运发生。叶川把奖励收进仓库后，又打开聊天室，很快便收到一条私信：大佬，我能用岛上的树跟你换点水喝吗？我实在是太渴了。你就是点个赞，我也把水给你了。可用树来换，会不会太草率了？大佬，我跟你说，这棵树不仅长得粗壮，而且非常有气质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也是才发现这棵树居然能交易。按理说，只有物资才能上架，既然这棵树能用来交换，肯定有它的不同之处。我可以给你500毫升淡水。多谢大佬，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就把树给挖出来。只见叶川关闭聊天室，不到1年时间内，人便将树交易了过来。苦茶树170年，树上的茶叶可解百毒。我勒个去，居然能解百毒！有了这玩意，以后就再也不怕绿海蛮了。不仅不用怕，说不定还能没事抓点当辣条。注意，绿海蛮是有毒的，把绿海蛮当辣条是种非常危险的行为。屏幕面前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哦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海豚的叫声。难道海豚遇上危险了？只见叶川赶到岸边，却惊讶地发现一座海岛，并且还在离自己越来越近。看样子这座海岛发育的不错，就是不知道上面的人会不会欢迎我。随后，叶川直接登上了那座海岛。就在他四处参观岛上建筑的时候，一把刀却架在了脖子上。别动，否则我嘎了你！我没有恶意。少废话，快说你来我的岛上做什么？我说我只是来参观的，你信吗？下一秒，叶川突然一个转身，虽然被刀划伤胳膊，却挣脱了束缚。与此同时，一旁的海龟也发起攻击。可恶，没想到你还有同伙！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！这人情绪有点暴躁啊，看来只能如此了。系统绑定附属岛屿。绑定成功。海岛求生第22天，被当成入侵者后，我把岛主五花大绑，并将其绑定为附属岛屿。你都做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只不过是将你绑定为我的附属岛主，以后获得的物资都会分我3成而已。随后叶川打开仓库，果然得到了许多资源，没想到一下子就获得这么多东西，加油好好干，以后报复就靠你了。可恶，气煞我也！要不是被偷袭，就凭你个小趴菜也配做我的对手，我要嘎了你！提醒你一下，附属岛主是不能对主岛主发起进攻的哦，否则自己会受到同等伤害，所以我劝你冷静。什么？你现在马上从我的岛上离开，要不然我就算自己受伤，也要让你好看。别冲动，我马上走，记得多捞物资箱，我看好你哦。叶川离开后，冷风一头潜入海底，想要跟上去，不料眼前的一幕把他惊得话都说不会了。那是什么？我没看错吧？他的海岛居然是只龟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另一边，叶川打开仓库，看着里面的资源，发出感慨：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居然能在没有系统的情况下发展的这么好。刚才如果没有海龟的帮助，根本制服不了他。恭喜宿主绑定冷风为附属海岛主，宿主已绑定2个优质附属海岛主，绑定3个可获得进化值大礼包。系统，啥是优质附属海岛主？优质附属海岛主可组舰队，进一步扩大海岛主的实力。
组建舰队，现在大部分人都还在为物资发愁，要是这个时候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舰队，岂不是能在海洋世界横着走了？系统，我身边还有谁是优质海岛主？拥有优质海岛主潜力的还有赵飞宇、蓝莓果酱。赵飞宇本身就很强，他是优质海岛主并不意外。不过蓝莓果酱就让我有点意想不到了。随后叶川打开聊天室，向蓝莓果酱发起了消息：你听说过附属海岛吗？绑定为附属海岛后会被分走30%物资，并且不能对海岛主发起攻击，否则就会受到同等伤害。哥哥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既然这样，要是我想绑定你的海岛，你会同意吗？当然，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，是哥哥给的食物和淡水，才让我活到现在。我愿意成为哥哥的附属海岛。好，那就开始绑定吧。绑定成功，恭喜宿主绑定蓝莓果酱成为附属海岛。宿主已拥有3个优质附属海岛，获得进化值大礼包，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1万点。啥？1万点当饭吃呢？这一下终于可以给宠物们好好升级了。随后叶川把1万点进化值分成3等份，分别用来升级海龟、海豚和信天翁。恭喜宿主信天翁升级至4级，获得升级奖励：木板2个，塑料4个，酸奶1份。信天翁解锁新技能俯冲利爪，天赋潜水、捉鱼、打篮球。海龟升级成功，水弹威力不变，攻击距离翻倍，受伤后愈合速度再增加1万倍。海豚升级成功，技能声波干扰，绝对撞击，解锁新天赋，深潜可下潜至500米。太好了，有了新技能，以后就可以让海豚帮我探索水下更深处的物资了。恭喜宿主获得契约兽升级礼包，是否开启？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成长值500点，塑料3个，矿泉水1瓶，手动石磨制造图1张。什么是手动石磨制造图？手动石磨制造图用来制作石磨，可磨制豆花、豆浆、豆腐脑。叶川将石磨制造图收进仓库后，又打开了聊天室。你们知道最近有个骗子吗？专门骗别人成为他的附属岛屿，我就被他给绑定了。不仅没办法解绑，还要强制分走30%的物资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人？就是要我说什么也不要捞，坚决不让他白嫖物资。兄弟，你真是个小可爱呀！说这话动过脑子吗？哎，这些人都是贪小便宜吃大亏，屏幕面前的小朋友千万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哦。这时，刘帅突然发来信息：大哥，我捞到张制造图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哦，什么制造图？花坛制造图，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厉害，那就交易过来吧。叶川给了刘帅1点食物后，又打开仓库，加上自己原本的2张，现在共有3张花坛制造图。花坛不仅能用来种植植物，还能美化海岛，不错。紧接着，叶川打开仓库，取出从冷风那里获得的豆苗和玉米种子，将它们种在了花坛里。就在叶川给种子浇水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信天翁的叫声。海岛求生第23天，信天翁下海捉鱼，我却在鱼肚子里发现神秘物资。你们2个小家伙行啊，居然都会捉鱼了。安康鱼可食用，肉质鲜美，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。随后叶川拿出短刀，却在鱼的肚子里发现一块神秘物质。这个白色的是什么东东？可燃冰，可用来当做燃料。既然这鱼肚子里有可燃冰，下面一定存在矿脉。海豚，你快潜到海底搜寻一下，看看矿脉在哪里。只见海豚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1年后又回到水面冲。叶川不断的点头。看海豚的反应，这下面不仅存在矿脉，似乎数量还不少。发财了！系统，在这个地方打上标记，等以后有了工具再来这里开采。系统标记中。标记成功。紧接着，叶川将刚才那条安康鱼做成烧烤，分别交易给了刘帅、蓝莓果酱、赵飞宇和刘毅。谢谢你的烤鱼，我刚刚打开一个物资箱，从里面开出一张海岛面积拓展卡，应该是用来扩大海岛面积的，你也许用得到。海岛面积拓展卡，现在已经出现扩展道具了吗？只见叶川打开聊天室，果然出现许多关于拓展卡的信息。你们谁知道这张卡片有什么用？我也不识字，有没有人帮我看看？这是一张海岛面积扩展卡，用了就会缩小海岛面积500平米。啊，海岛面积还能缩小的吗？可是我的海岛只有200平米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样吧，你把这张卡发过来，我帮你交易出去，兴许还能换些食物。那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你人还怪好嘞。我去，看来世上还是好人多啊。检测到宿主还未签到，是否签到？立即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1000点，肥沃黑土200千克，鲱鱼罐头1个。据说鲱鱼罐头是世界上最臭的食物之一，相当于纳豆的200倍。最早是为了省钱研制出来的哦，因其口味独特，深受渔民们的喜爱。
检测到海岛满足升级条件，可升至5级。5级海岛会随机刷新各种资源，请宿主提前做好准备。随机刷新各种资源，什么意思？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，岛上空旷的地区会随机出现花草、树木、土石，成为一个自然的生态系统。原来如此。此时，只见海岛微微一颤，不到1年时间，便长出许多树木花草，整座海岛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海岛升级完成，获得升级礼包，是否开启？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成长值2000点 ，A 级柑橘4个，小营养液5瓶，自动吸水器制造图1张。厉害！居然还有自动吸水器制造图，有了自动吸水器，以后获取水资源就更方便了。随后叶川立马制作了自动吸水器，并将其安置在了海岛边，在吸水器的运转下，海水源源不断的流进水管。有了这么多肥沃黑土，再加上吸水器源源不断的提供水资源，是时候开辟一块农田了。紧接着，叶川找到岛上的空地，开辟出一块崭新的农田，随后又打开仓库，将生菜种子种在里面。这些本就是速生生菜，比其他种子成熟要早，正好可以用刚才得到的小营养液催熟一下。只见叶川取出小营养液，并将它们全都滴在了种子上。下一秒，圆滚滚的生菜就长满了整个农田。这么多生菜，除了一部分拿来交易，剩下的也让刘毅他们尝尝。说完，叶川便将几颗生菜分别交易给了蓝莓果酱、刘毅、赵飞宇和刘帅。哇，这是生菜吗？哥哥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生菜啊？这是特殊的速生生菜，生长速度是其他种子好几倍。在这个海洋世界，别人连吃饭都困难，你怎么一下子给我这么多生菜？我不能要。你也算是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了，算我送你的。这样吧，我从物资箱里开出了一些草莓种子，就当和你交易了。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不要你的生菜了。草莓种子，那就发过来吧。随后叶川打开交易频道，把用生菜换来的材料收进仓库后，又将草莓种子种在了农田。海岛求生第24天，土地面积扩大之后，却出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哇my K， 哇 my K， 哇 my K， 不溜彪不溜彪。昨天我用拓展卡升级海岛后，一到晚上就会听到奇怪的声音，似乎是某种动物。难道海岛升级之后还会出现生物吗？这倒是有点意思。主要是那种声音太瘆人了，吓得我好几天都睡不着觉。那你可要小心一点了，万一是毒蛇也说不定。先用木板做个简单的庇护所吧，等以后有了房子就不用怕了。随后叶川关闭聊天室，开始查看岛上植物的生长情况。只见梨树和桃树都长出了枝叶，并散发出淡淡的芳香气息，有的树上甚至还出现了幼鸟的巢穴。农田里的草莓种子也破土而出。不错不错，照这个速度下去，很快就能收获果实了。另一边，赵飞宇的海岛遭到鲨鱼袭击，为了守卫海岛，赵飞宇决定下水击败鲨鱼。可恶的鲨鱼竟敢破坏我的海岛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终于把它嘎掉了。鲨鱼不愧是海洋霸主级别的生物，还好我是军队出身，要是一般人恐怕早就成鱼饲料了。随后赵飞宇又向叶川发来消息，能借你的点火器用一下吗？可以，怎么？刚才有条鲨鱼攻击我的海岛，我拿出短刀下水，搏斗过程中被鲨鱼给划伤了，想用点火器烧点草木灰止血。我去，赵飞宇牛啊！我就算有海龟的力量加成，也不敢和鲨鱼硬刚，他居然直接下水，真是太强了。随后叶川将点火器交易给了赵飞宇，还附赠几瓶矿泉水和鸡果实。用草木灰太容易感染，你还是吃 A 鸡果实吧，恢复的快些。那就多谢了，我这里还有一张制造图，这东西我用不上，你可能会感兴趣。什么制造图？沙滩2件套制造图，包括遮阳伞和沙滩椅，外出旅游必备。这也太豪华了吧，正合我意。说完，叶川便将遮阳伞和沙滩椅制作出来，边躺在沙滩椅上边刷起了聊天室。你们发现了吗？最近海里出现了好多鲨鱼啊，还无缘无故攻击我的海岛。我这里也有，现在都不敢下海捞物资箱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积攒的食物都要消耗完了。我有很多食物，谁要是做我的附属海岛，我就给他免费提供食物和水，直到鲨鱼群离开。大家别信他，他就是个骗子。检测到宿主还未签到，是否签到？立即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1000点，肥沃黑土200千克，幸运盲盒1个。幸运盲盒，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好东西呢？系统打开幸运盲盒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6月龄山羊1对。我勒个去，居然还能开出活物！有了这2只山羊，以后不仅能喝到羊奶，而且还能吃到羊肉。只可惜现在既没有羊圈，也没有饲料。说完，叶川便将2只羊收进了仓库。这时，赵飞宇又发来信息：谢谢刚才给我的点火器和果实，这是一些鲨鱼肉，你收下吧。没事，互相帮助。现在许多海岛主都被鲨鱼群围困在岛上，有些甚至耗尽了食物。若是将鲨鱼肉交易出去，一定能换到不少材料。紧接着，叶川便将鲨鱼肉上架到交易频道。我去，这人开挂了吧？他是怎么搞到鲨鱼肉的？谁知道呢？也许是有什么比较厉害的武器吧。
不管了，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我要去换鲨鱼肉了。只见叶川打开交易面板，不多时便收到许多材料。海岛求生第25天，我在世界频道上架鲨鱼肉，却意外换到羊圈制造图。大佬，我没有物资，但有一张制造图，可以换一些鲨鱼肉吗？那要看是什么制造图，如果没什么用的话也不行。是一张羊圈制造图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要是不行的话，我还有一张手动榨汁机制造图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那你就把2张制造图一起交易过来吧。好的，谢谢大佬。真是想啥来啥，正发愁山羊没地方养，就得到了羊圈制造图，还有榨汁机制造图，过几天水果就成熟了，正好用得上。说完，叶川立马用制作图做出了羊圈。他还发现，这羊圈除了拥有能容纳4只羊的超大空间外，还有专门的喂食、打扫和羊粪收集系统。不错不错，有了这些功能，连清理羊圈的功夫都省了。可惜现在还没有牧草，只能委屈他们先在仓库里待着了。随后，叶川打开聊天室，想要交易一些牧草种子。可奇怪的是，足足等了1年也没有任何交易信息。于是叶川又向刘毅、蓝莓果酱、赵飞宇和刘帅发去消息：哥哥，我也没有牧草种子，你要牧草种子做什么呀？我准备养2只西伯利亚大山羊，可是没有饲料喂它们，所以想换一些牧草种子。哇，哥哥也太厉害了吧！居然在岛上养山羊，这些山羊是哪里来的呀？没什么，就是运气好，从物资箱里开出来的。眼见没有牧草种子，叶川只好关闭了聊天室。系统有什么办法能获得牧草种子？总不能让那2只羊一直在仓库里待着吧？完成隐藏任务有0.001%的几率获得牧草种子哦。啥？这几率也太低了吧？那现在有什么隐藏任务吗？隐藏任务：找到一处水下的矿产资源，任务完成后可获得丰厚奖励，是否接受？水下矿产资源，之前发现的可燃冰不就是吗？紧接着，叶川打开仓库，把积攒的羽毛残片全部换成了天使羽毛。宿主已兑换3个天使羽毛，使用后会有好运发生。使用天使羽毛，立即接受隐藏任务。接受成功，请尽快完成任务。检测到宿主仓库里有1块可燃冰，任务已完成，获得隐藏任务礼包。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10000点，海量物资，神奇牧草种子500粒，具有你拔完我还长的再生特性，且生长速度是一般种子的20倍。我去，一次就得到了牧草种子，这3根天使羽毛用的太值了。把资源全部收进仓库后，叶川又打开宠物面板，把10000点进化值分别给了信天翁、海豚和海龟。恭喜宿主信天翁升至4级，天赋技能获得加强；海豚升至6级，天赋深潜增加至700米；海龟升至6级，愈合速度加快。恭喜宿主获得契约兽升级奖励，升级大礼包。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成长值1000点，玉米煎饼1张，A 级柑橘2个，塑料管制造图1张。太好了，有了塑料管，就能把自动吸水器的水引到单身公寓里来了。随后，叶川关闭聊天室，边吃煎饼边制作起塑料管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来此？我没有恶意，只是想要了你的小命罢了。放肆！黄口小儿竟敢口出狂言，看拳！现在要么做我的附属岛屿，要么嘎，你选一个。哼，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只要不嘎我，做你的附属岛屿便是。放心，跟着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检测到宿主的附属岛主绑定了新的海岛，恭喜宿主实力获得进一步提升。什么？有人发展下线了？难道是刘帅？刘帅，是你绑定附属海岛了吗？什么附属海岛？我不就是你的附属海岛吗？大哥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不是刘帅，应该也不是蓝莓果酱，那就只有冷风了。他肯定是知道附属海岛超过主海岛就能解绑的规则，想要脱离我的控制，看来必须要做点什么了。想到这里，叶川立即命令海龟朝着冷风的海岛游去。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就快要饿死了。有好心人收留我做附属海岛吗？人家收留附属海岛都是为了分到物资，要你这个废物有什么用？就是，我自己的食物都还不够吃呢。这位快要饿死的兄弟，你现在都有什么？我可以换一些食物给你。海岛求生第26天，我从一名快要饿死的岛主手里换到绝世兵器。小伙子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个练武奇才。我这里有1张制造图，想要就用食物来换。哦，按照剧情不应该白送给我吗？求求你了，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只要是吃的就行。我可以给你500克鲨鱼肉，希望你这东西真的有用。开山刀制造图，削铁如泥，造型精美，是不可多得的绝世兵器。我去，这下赚大了！冷风的身手那么好，有了这开山刀，下次再和他单挑就有把握了。就在这时，刘毅发来了信息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找到叶川了。啥？你不会被人给骗了吧？
他用兄弟单身20年发过誓了，应该不会骗我。我看他饿得不行，就把你给我的食物都送他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那座他兄弟可真惨，只是现在骗子那么多，还是要确定一下他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人。我知道了。本来我是不想暴露身份的，没想到居然被人冒充了，还骗到了刘毅，真是个傻丫头。关闭聊天室后，叶川转身一看，前方就是冷风的海岛。终于到了，既然想解除绑定，那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吧。随后叶川直接登上海岛，却发现岛上空无一人，难道是还没回来？正好趁他不在搞点事情。只见叶川跑到冷风的农田，3下5除2便收走了所有农作物，紧接着又拿走了大部分物资。随后叶川迅速回到海岛，将得来的物品全部收进了仓库。不错不错，要是冷风回来看到自己的海岛被打劫了，估计得气到吐番茄汁吧。检测到宿主还未签到，是否签到？立即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成长值1000点，塑料5个，玻璃5个 ，A 级柑橘4个。海岛满足升级条件，恭喜宿主海岛升至6级，获得升级礼包。立即开启。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成长值2000点，小营养液5瓶，中央空调制造图1张。中央空调不错不错，有了中央空调就能改善单身公寓的室内温度了。随后叶川直接做出中央空调，并将其安装在了单身公寓。紧接着叶川出门查看牧草的生长情况，却意外发现昨天刚种下的种子，今天就已经长出了3米多高。不愧是速生牧草，有这种生长速度，以后就不愁山羊的饲料了。想到这里，叶川打开仓库，将2只山羊放进羊圈，又割下1斤牧草放入饲料槽内，希望山羊快快长大，相信过不了多久就有羊肉吃了。随后叶川打开聊天室，想要把交易到的材料收进仓库，却意外发现聊天室正在讨论一种新物资。你们都开到棉花了吗？也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，又不能吃。这是最近2天出现的新物资，我觉得以后肯定会有用处。看到这里，叶川连忙取出一个物资箱，果然开出了棉花。新的物资往往都是伴随海洋世界的变化出现，难道棉花预示着即将进入冬天吗？看来有必要囤一波资源了。想到这里，叶川直接升起火堆，并拿出大锅开始烧水。新鲜出炉的热水200毫升1份，只要3个棉花。我去，居然有大佬上架了热水，你们都别抢，全是我的。说什么呢？又不是白送，你有那么多棉花吗？此时蓝莓果酱也发来消息，哥哥，我看到有个人在交易热水，我现在有6个棉花，你要的话也帮你换1份。不用了，那个上架热水的人就是我，你想要的话我可以送你一些。啊，哥哥好厉害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热水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把6个棉花都给你吧。岛主，有人正在交易热水，我们要换吗？在生存环境恶劣的海洋世界，饮用水是重要资源，当然要换。现在把所有附属海岛的棉花收集起来，这些热水我们全都要。